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双倍支持，马瑞继为赵丽颖发声，又包场照解出品的《向阳花》。谁能想到赵丽颖新片《向阳花》上映10天狂揽1.44亿票房，却因为央视节目里专家一句话被骂上热搜。更魔幻的是，当全网都在吵赵丽颖到底会不会演戏时，化妆师马瑞直接甩出18场包场票根，放狠话，别尬黑。央妈根本没说过这话。这场风波的导火索，竟是央视节目里3秒钟的镜头。4月12日，央视今日影评里，犯罪心理学专家钟丽丽对着电影片段皱眉：高月香为300块卖身，转头又买烟酒，这不符合现实逻辑。没想到这句话被自媒体截取，配上央视痛批赵丽颖演技造假的标题疯狂传播。实际在完整节目里，专家全程讨论的是角色设定问题，压根没提赵丽颖演技。但谣言已经刹不住车，豆瓣评分从6.6暴跌至5.9，某音上赵丽颖 GC 电影圈话题播放量破亿。马瑞的超能力反击，18场包场票根甩网友脸上。4月13日晚，马瑞连发2条微博，先是晒出央视原视频打脸谣言，接着直接宣布包场18场向阳花，黑子们睁眼看清楚。央视凭自己都夸这片子撕开女性阴霾，这波操作直接点燃粉丝战斗力。有人扒出赵丽颖为演好刑事人员，3个月不化妆，在监狱体验生活时被真犯人当成新来的，还有观众拍到她在片场练手语到凌晨，手指都磨破皮。冯小刚被骂上热搜，67岁老导演不懂女人。争议最凶的其实是导演冯小刚。观众发现高月香和狱友的友情拍得像黑帮兄弟，他们拜关公，歃血为盟，却从没聊过月经痛或育儿焦虑。男人拍女性友谊，拍出来全是义薄云天。一位女性观众在微博怒吼：离谱的是剧情设定，女主出狱后找工作被性骚扰。专家指出，现实中刑事人员有专门安置政策，但冯小刚回应：电影需要戏剧冲突，我们拍的是极端案例。票房1.44亿背后的魔幻现实，边骂边买票。猫眼数据显示，该片单日最高上座率达37%，很多观众是哭着走出影院的。我爸坐牢10年。出狱后，邻居看他的眼神和高月香一模一样。这条豆瓣热评获赞2.6万，但票房奇迹掩盖不了尴尬，排片占比18.5%，却只贡献13.1%票房，说明大部分人冲着赵丽颖买票，看完又觉得被诈骗。有黄牛趁机炒票，来看赵丽颖素颜挨打戏，比电视剧带劲。85花转型生死局，要流量还是要尊严？赵丽颖在电影里被扇7个耳光，滚泥潭的戏都是真拍，但观众不买账。电视剧那套咆哮式演技在大荧幕上太夸张。一场她发现女儿被丈夫抛弃的戏，被做成眼神空洞，G 图全网疯转。业内人士却力挺，电视剧演员转电影就像川菜师傅做日料。但他敢卸妆，敢扮丑，比某些只会拍杂志的强多了。连对手张艺兴粉丝都感叹，他至少真在监狱住过，比假吃假哭的强。央视删评罗生门，到底谁在捂嘴？4月12日节目播出后，央视突然删除专家点评片段，粉丝欢呼官方辟谣，路人却质疑，如果没做错，为什么要删？更有人翻出赵丽颖工作室去年秒删绝望文盲微博的黑历史。这场混战最终演变成行为艺术，有人在影院门口举牌支持真女性电影，牌子上却印着芭比海报。豆瓣评论区成了大型双标现场，给向阳
花打5星的同一批人，去年给同类型影片找到你打1星。当我们在骂向阳花时，到底在骂什么？短视频平台上2条爆款形成鲜明对比，一条是农村女性背着孩子搬砖，配文这才是真实向阳花；另一条是北上广白领喝着星巴克痛斥消费苦难。而电影里高月香们既不会写小作文维权，也没钱买热搜反黑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被全网讨论。或许正如马瑞包场时说的，你可以批评电影不完美，但别用谣言杀人。这场1.44亿票房背后的战争，早就不只是一部电影的成败。2. 口碑超好，清一色5星好评。赵丽颖新电影为转型成功再添一部力作。有时候不得不说，现在的电影变得越来越多样化，从以前的文艺片到之后的商业片逐渐兴盛，许多爆米花电影成为了电影院的热作。与之相反的，则是一些较为现实的作品却变得有些少了。随着发展，较为现实的作品也开始变得多了起来，可是更多的却都是男性的一些视角，都是男性的一些思考，对于女性则更多的是在家庭中的思考。那么最近播出的这部《向阳花》却选择了另外一类女性的视角来思考着生活，因此得到了人们的认可。《向阳花》这部电影选择了入狱后的女性在刑满出狱之后的状态，成功的得到了人们的认可。电影将更多的角度放在了群像的塑造上面。向阳花听着永远盛开在光明之中，但是它们却更多的生长在泥潭里面。唯有心与心的碰撞，让他们看到了阳光，也看到了泥潭之外的风景。于是，一场不一样的电影就此开始。观众们看完之后，心中不由得一颤。豆瓣上面好评不断。入狱女性的视角，都说电影要新颖，那么这个新在哪里？看着国外的一些电影，永远觉得他们太敢拍了，而在国内却有着很多人不愿意拍。比如说入狱后的女性，以前的电影中基本上没有人主动的关注过他们的想法，就像底层女性，一些导演总是觉得他们的苦难在于家庭的矛盾，另外一些导演更是直接把他们作为配角。唯有这部《向阳花》主动的让他们成为了主角，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中心，也让无数的观众为之喝彩。不刻意的为生活装点苦涩，往往有些电影总是想着让主角的生活变得更加苦涩一点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感染到观众，却不知道生活里面的很多人已经足够苦了。就像这部电影一样，没有特意的让主角的生活变得痛苦，只要预先设定一个底层生活，就已经很难想象他该如何破局。剧中的高月香就是如此，本身只是一个女性，没有足够的力气，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冲破生活的牢笼。在这个时候，孩子却需要一个耳蜗，作为母亲能怎么办呢？高月香看着耳蜗的价格，她的脸上装满了苦涩。看吧，只要让她出生在底层，再为她加上一个包袱，那么她还能躺平吗？不可能的。于是高月香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另外一条独木桥。本来就已经生活在泥潭之中，高月香呵呵一笑，又往泥潭的深处走得更远了。这就是导演的能力，也是编剧的能力，不需要特意给主角添加麻烦，只要让他有想法，他也就走上了违法的道路。不过导演还是很好的，让主角开始了一场向阳的旅途。身处泥潭，相互救赎。都说女性之间的情感很复杂，的确如此。就像这部电影中的诸多女性，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想法，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思考。当高月香入狱之后，她认识到了更多的和自己一样的女性，她们之间从最开始的陌生到后来的熟悉，再到之后的相互救赎、相互链接。向阳花也许就是如此吧。在泥潭之中，唯有团结起来，才能看到属于自己的阳光；唯有相互帮助，才能冲破牢笼的束缚；唯有如此，才是真正的向阳花。
《向阳花》这部剧拥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，它让观众们看到了真正身处底层的人们的生活，也让观众们看到了女性们的困境，更是让一些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女性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唯有真正的帮助，真正的救赎，才能够冲破黑暗，见到泥潭外的阳光。